高探马下势呢，接这个十字脚，我们来看一下正面的身法。在高探马变十字脚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同学喜欢直接画立圆，身法右转，这个时候就是缺少了当胯的一个开合。我们在打完高探马以后，先不要着急向右转，先将当胯放松下坐后沉，沉住以后，左手随右胯的放松下沉，注意是右胯，右胯在坐沉的时候内侧不就会打开了吗？所以在坐沉右胯的时候，身法会向左产生螺旋。这里为啥要让大家去做右胯？因为右胯如果不坐沉的话，你直接向左拧身，你会伴随一个扣右膝的一个问题。所以先将右胯松沉下来，保持右膝有一个稳定，同时再将当胯向左螺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身体的转动，带动右手走了顺缠放松下弧线。那身法中线左转的过程里面，左手顺势随身法左转上领，和右手产生相合，合到咱们的中线，左手搭在右手小臂内侧。好，再借势松右胯，这个时候右膝是从头到尾定在这里的，不会乱晃啊。定好之后，右胯一松沉，顺势扣左脚脚尖。这里呢，不要光拿脚去动，拿左胯带动产生相合，右手逆缠。随后你看左脚脚尖点到这儿以后，重心松胯后坐，随后重心沉下来之后呢，咱们再摆右脚脚尖，这个右胯去带动，带动以后脚尖摆到右侧斜前方，重心在右移的过程当中，右脚踏实。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着向前去顶，是不是很容易出现右膝顶膝的问题？那么这儿呢，我们重心来到右腿以后，记住这个地方，同时右脚伴随着松右胯向右螺旋，身法右转领左膝。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就可以通过当胯的运行来带动咱们的这个右脚进行摆动到位之后领膝提腿，这个时候就能避免咱们右膝往前顶去跪膝的情况了。所以重心来到右腿以后，你看顺势松右胯领左膝，然后跨步。咱们有时候是侧步跨步外蓬，那上步跨步外蓬用哪？肯定也是用的前脚的脚后跟内侧。所以到这儿身法螺旋，收完左脚以后，先坐沉右腿，随身法的放松下沉，逆缠推掌外蓬。这个左掌推蓬的时候，是不是要伴随身法右转啊？对吧？所以右转身体的同时，跨步螺旋开左步，这时候形成了一个把冕支撑的身法。我们撑完这个位置，好，再看重心的转换。十字脚到底转化了几次重心？咱们先看重心的变化。先松右胯，重心左移，当走后弧，再松左胯，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再松右胯，当走后弧，重心左移。它循环往复倒换了3次重心。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把两手分开，看看左手随当走螺旋出现了什么变化，再看右手随当走螺旋发生什么变化。看好，咱先看左手，右胯松沉，当走后弧，身法不是说要右转吗？所以右转的过程当中，随身法的右螺旋向左掌逆缠向外推蓬，推蓬出去以后，好，一松左胯，以身带手领掌上蓬。这时候左手合于左膝上方，当左手合到膝盖上方以后，你看顺势左胯也松到位了，再当走后弧，重心咱们再右移。这时候你看又是以身领手，以身向右移重心的时候，慢慢带动咱的左掌两掌相合，合到位，不要着急。你看再松右胯，是不是变成了一个逆缠的向右拨掌？那手是怎么动的？是不是全靠咱的身法的中线螺旋？然后再松右胯，右手这个时候咱先不管它，左手随着当走后弧逆缠再转外蓬，再合左胯，
螺旋拨掌合到咱们的左膝内侧身前中线。你的左手随着重心的变化啊，从这儿撩捧，领掌相合，再拨掌外捧，再领掌拨掌外捧，它随着重心的左右转化，形成了一个由逆缠下弧转顺缠上弧，再转逆缠外捧螺旋的掌型。那咱的右手，你看到这以后，右手在上，那随着松右胯，咱逢转必沉嘛，所以右手放松顺缠下合，一合左胯，像不像缠丝？那左胯螺旋相合，右手顺势拨掌，推捧到这以后，你看咱讲过缠丝啊，当走后弧重心右移的时候，身法的螺旋它会将右手向前送去前捧，不要到这以后光拿胳膊往这夹到这不就丢劲儿了吗？是不是？所以一松左胯当走后弧，后弧螺旋的时候会继续将右手向前捧出，随后再松右胯，领掌立掌相合。你之后把左手拿起来，正好右手合在左侧腋下，所以右手的弧线就是下捋移重心，螺旋捧掌，后弧推捧，放松相合立掌。这是两个手不同的运化。我们把两手如果结合到一起，结合到一起，胯到这儿，好，当走后弧，看左手上撩，右手合胯拨掌，好，左手继续走当走后弧撩掌，右手顺势随当走后弧推捧，再合右胯放松下沉，再合当走后弧推掌螺旋捧掌外捧。是不是整个过程里面手上的动作，手上的弧线是跟着拿走的，后弧螺旋是一个，中线旋转是一个，所以它们之间的这个运化过程，都是什么？身法在动。这里呢就避免了什么？大家不知道怎么导重心，你越是不知道怎么去重心变化的时候，你两手越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身法的运转啊。那么当我们合到这儿以后，注意看重心是不是在左腿？那右腿相对来说是个虚步吧。好，合右胯扣右脚，轻点收步。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同学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合到这儿以后，扣一下左脚，回一下重心再收步，行不行？可以，但是呢，尽量不要这样，因为这样都属于一种有一点点的偷懒的倾向了啊。咱们不去故意的去收左脚，那当然转的时候身法在螺旋的过程当中可能是要有一些难度，对吧？那么我们就得看看怎么样弹踢完以后螺旋能站稳，这是一个很细节的地方。比方说我们收完脚以后，先说弹踢，那脚想往上走，传统武术当中没有那种咱们想要打的这种像竞技武术一样外摆帘转身摆脚，它都是弹踢翻胯从这个方向看一下，都是什么？弹踢翻胯，这样去走身法螺旋。那有的同学可能走这个身法螺旋的时候，他转动的身法并不是那么充分，所以咱要记住一点，当你弹踢完的一瞬间，就记住一点，身法螺旋要靠小度相合带动。看弹踢完，合住，翻胯，大斩手。那这个时候你的翻胯，它是用什么劲儿？它是用稍节的力。那么我们能不能用弹踢翻胯的时候去进行小度的右转？答案肯定是可以的。所以当我们弹踢完以后，主动去螺旋自己的小腹向右转，弹踢，看到没有？右转咱们的小腹，这个时候肚子的领转就会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转身螺旋。你看，再看一眼，弹踢，肚子转，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肚子只要开始发力了，你的转身螺旋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以小腹为核心带动整个中线向右旋转。你小腹只要开始发力了，那它螺旋的过程当中肯定有什么？收缩相合，它会带着你的右腿始终领在自己的腰裆胯这个位置上。如果说你光翻胯，你看一打完以后就容易把腿掉下来，然后再翻腿再转身，这个时候呢就比较简单
啊，但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个位置，看合到这儿以后，弹踢完，腿收住，转小腹，啪接斩手。其实最难的这一点就是我踢上去以后，我怎么转过来，对不对？大家看好啊，手摆出来以后，弹踢上去，在身法向右螺旋的过程当中，你的手是不是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对吧？那随着小度的带动，咱们之前教过斩手的发力怎么发，对不对？看好，你右转，它就会带动右手向上领，左手由上向下相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都是靠肚子去走的。如果我们看到没有，这种方式去走，是不是整个身体感觉到可炸？哎，架得很开。所以先要产生什么？合到这儿相合。啪，再斩手向外去发力，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得通过什么？肚子去控制，肚子去走劲儿，你的身法合的是很稳的。再看一遍啊，弹踢，走，看到了吧？身体站的是很稳当的。但如果老是拿稍节啊，再看一下肚子合啊，走，弹踢，走，肚子转。那如果你拿身子弹踢，看到了没有？就很散，很发散，一发散，你整个动作就没有办法去衔接下势了。所以我们之前说过，太极拳的这个过程是松紧松，还有开合开。你想从一个动作的变式转化到另一个动作的变式，要么先松沉，要么先相合，得先把身体稳住了，走出合劲儿，再去变下势，你才能走得非常流畅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十字脚，细节上注意当走后弧的变化和两手之间的关系，以及弹踢翻胯的时候如何来借助腰当螺旋形成整体的运化啊，这是咱们的老架一。